嗨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在夏季的时候对这棵葡萄进行剪枝的。我这棵葡萄是已经种了3个整年了。从葡萄的生长情况来看呢，我今年夏天对它的进行的剪枝呢是非常成功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葡萄非常的饱满，大小颗粒也算比较均匀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希望能给大家带去一点启发。葡萄经过整个冬天的酝酿，虽然我们认为的葡萄在冬季的时候它是在休眠状态，但其实在地下发生了很多的生长。在经过春天的新芽萌发，到初夏的时候，它基本上能长到这个样子。它发展出很多新的枝条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枝条都把整棵葡萄树都好像要倾倒过来的样子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对这个枝条进行修剪。如果这个葡萄的枝条你任由它自由发展，不加以修剪的话呢，那么好多营养就全部浪费掉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葡萄初期生长的样子，它非常的小，就跟黄豆粒大那个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正是修剪这个枝条最佳的时候。葡萄的枝条呢，有的是长葡萄的，有的呢是一串葡萄都不会长的。不长葡萄的枝条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全部修剪掉，避免能量的流失。修剪枝条的目的主要就是让它集中能量，供应这个葡萄生长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留足够的叶子来进行光合作用。好，我现在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枝条，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做这个事情。在这个枝条上呢，总共长了2串葡萄，那么在2串葡萄以上它还会长上去，但是呢，我们不需要它长，留那么1叶2叶，就留2节以后，就把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把它全部掐掉剪掉，不要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往前看，它呢在这个每片叶子的夹角的地方，它又长出一个新的藤蔓来。那这个藤蔓我们也是不需要它长的，我们把那个尖掐掉，留一个叶子，就把这个嫩芽掐掉。这是一个未来的新枝，但我们也是不需要它长。这个掐尖的动作呢，在整个夏季我们都要这样做。有新枝条就要掐，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呢，现在就把它全部修剪好。修剪好以后呢，我们就让葡萄继续生长。当这个葡萄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对这个葡萄进行疏果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一棵葡萄树结太多葡萄的话，那么营养均衡，每棵葡萄都长得不是太大，也不好吃。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一根枝条上留1串果子就行。这是我全部剪下来的葡萄，大家不要舍不得剪。然后呢，就让它继续生长，等它长到像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又得要回来再检查，是不是需要把小串的葡萄再去掉，把能量全部留给大串，这样让这个葡萄集中能量，长大果子，长成1串大的果子。同时呢，我们要把大的果子的下端1/3的地方剪去，这是对果子的一个整形的处理。在商业种植当中，他们都会是这样，所以商店里头买的葡萄1串1串都感觉形状非常的规整，这就是一个商业整形的一个过程。同时呢，我们还要把这个1串葡萄上面没有发育完全的那种小果子、小果粒也把它去掉，这样呢，让它营养更集中起来。这种小果子你留在它那个地方，它也会吸收营养，它也会长大，但是它最终长得就像蓝莓那么大，长得不是太大，但是能量就给它吸收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把它剪去，同时为这个大葡萄留出空间来。经过对葡萄的那个剪枝、对它疏果和它整形以后呢，整个一个夏季对葡萄的管理就算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静等着它葡萄慢慢长大，
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时不时的回来摘掉一些挡着葡萄的叶子，像这样一个大叶子，我们要把它摘掉，让那葡萄能见到阳光，便于它的成熟和变甜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叶子还没摘的状况，好多叶子都把阳光给挡住了，葡萄在叶子的后面接收不到阳光，这样的话对于葡萄的糖的转化是比较有妨碍的，所以我们要把挡着阳光的叶子去摘掉。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到，叶子是进行光合作用的，我们不能过分的把它摘除。可以看到叶子是密密麻麻，非常的多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已经把叶子摘了的情况，好多葡萄都已经露出来了，可以接收到阳光的照射，这样有利于它变甜和成熟。在葡萄刚刚开始变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整颗葡萄用网子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呢鸟就不会把葡萄先吃掉了。现在呢你看我这葡萄已经长熟了，我剪一串看看长成什么样的个情况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这葡萄大小均匀，还算可以。这一串我呢有的是舍不得，所以呢一个枝条上我有的留了2串，那看的如果3串的话我也留着，就像是一个试验一样，留1串，留2串，留3串。但我发现呢一根枝条上留1串是最好的效果，所以呢明年开始我就开始只留1串。我估计啊这个每一粒的葡萄可能还会长大一些，如果只留1串的话。那今年呢我是第1年结葡萄，有点小贪心，一个枝条上留了2、3串的，也蛮多的。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欢迎你订阅，欢迎你分享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